你说的吗？你觉得厚涂很难？会吗？小可爱，我是黑红。相信如果说你本身是有在画动漫绘画，甚至是有在画电绘的话呢，你一定有看过非常多不同的绘师的作品。通常这些绘师的作品当中呢，会让人家觉得非常厉害的作品啊，都是用厚涂这个技法所绘制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很多很厉害的绘师们，他们用厚涂的技法去绘画的时候呢，他们可以画出非常细腻的一个光影、色彩，甚至是可以画出比较偏于写实的一种画风哦，像是韩漫或者是美漫这样的一个画风。那很多的人就会觉得说，哎，厚涂好像很难，好像很难学啊，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事实上，这样的想法就大错特错了。其实厚涂这个技法呢，是可以用在各式各样不同的画风当中的，只是你不知道该如何去运用。所以今天我就是要来和你分享，我们如何可以用 Clipper Studio Pen 以及一些厚涂的原理、使用的技巧，来让你用 Clipper Studio Pen 来画出好看的厚涂作品。不管你是要画出任何的风格都可以。在我们使用厚涂的技法画图之前呢，我们必须先了解厚涂的原理哦。其实厚涂它顾名思义就是颜料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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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堆叠上去，所以我们称之为厚涂。你以为这个厚涂技法是现在有电绘产品之后才发明的吗？其实这是大错特错。原因是因为厚涂的技法早在很久以前的大师级的人物啊，基本上都已经用厚涂的技法在画图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手绘的这一个媒材当中呢，有一些具有不透明性的媒材，像是油画、亚克力或是不透明水彩，这一些媒材基本上呢，它都是不具透明性的。你说就算增加一些水分或增加油分来让它们可以具有一点透明性啊，其实也不是真的有透明性。你就算真的加油加水去画，你也会发现它好像有似乎有那么一点点那种覆盖的感觉哦。所以基本上像这样子不具透明性的颜料跟媒材来画图的话呢，基本上都是要用厚涂的技法来做绘画的。只是说呢，现在有了电绘产品之后呢，在电绘上许多的媒材或许多的笔刷，基本上它们的原理也就跟过去传统手绘媒材的绘画原理是一样的。所以说其实厚涂这个技法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是过去很久以前就已经有的。那也因为这样子具有覆盖的特性啊，厚涂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先上深色，慢慢的再往浅色的颜色去上去哦。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在画厚涂的时候呢，上色的顺序都会是由深入浅。那也因为过往有非常多的绘师呢，都用厚涂的技法来画写实的作品，这就导致非常多的人都以为说，好像我的画技一定要练到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强大，才有办法驾驭厚涂的技法。那事实上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各式各样的媒材或是各式各样的技法，基本上他们都有自己的特性，但是画图的风格则是由你决定。所以其实各式各样的技法，他们都只是绘画表现的一个方式跟一个技巧，实际上想要怎么样去表现你的画面，怎么样去表现你的风格，都还是由你来决定，而不是由技法来决定的。那就我看过有非常多的绘师啊，用厚涂来画出各式各样不同的风格的作品。像以下的绘师们，他们都用厚涂的技法来画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所以其实厚涂并不局限于一种风格，它一样可以用在各式各样不同的风格上。而厚涂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画出来的作品呢，既可以干净，既可以随性，也可以写实，也可以写意。所以它所能够驾驭的风格啊，是非常非常的多的。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你能够把厚涂这个技法学好的话呢，那基本上你不一定要拿来画写实的作品，你一样也可以用厚涂的技法来画出属于你自己的个人风格。说到厚涂，大家就会想到写实的作品。那说到写实的作品，大家就会想到素描关系。如果你想要画出写实的作品，当然你的素描关系一定要非常的清楚、非常熟练，才有可能把写实的作品画好。那针对这种素描的光影关系呢，我们可以简单的从上图就可以得知这些光影的细节。透过这个球体，我们就可以看出写实光影的一个表现哦。在绘制写实的作品时，就可以根据这样子的一个写实光影来做绘制了。但我知道这时候你一定会说，那你这样子说厚涂就一定要非常清楚素描的关系才能够把厚涂画好吗？其实不是的，应该是说写实的作品你确实是需要把素描关系搞好。但是我刚刚已经说了，我们在画厚涂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画出各式各样不同的风格，所以这时候呢，你不一定要把素描关系画得像写实风格那样子的清楚，你甚至可以去简化这个素描关系。也许你在画素描的时候，你的光影会画出非常细腻的层次，但是如果你想要把你的风格画的是比较卡通、比较动漫的话呢，那其实你的素描关系也可以让它画的是一种比较简
简单的。也许你的光影只有1层、2层、3层这样子的光影，其实也可以让你用厚涂的方式把它画出来的。所以这个素描的关系呢，其实就是根据你想要的一个绘画风格来决定的。那在我们理解了厚涂的一个原理，以及厚涂适合绘制的风格，甚至还有素描关系该怎么样去拿捏之后呢，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来绘制一个简易的厚涂示范了。那我们今天使用的是 Clipper Studio Pen 来绘制这个厚涂的示范哦。在这边的话呢，左边这里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像是有沾水笔啊、铅笔啊、毛笔啊这些笔刷去做绘制。但一般来说呢，我们在画厚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毛笔。那毛笔当中呢，这里有一个厚涂，厚涂这里也有很多的笔刷可以让你做选择，但一般来说我们厚涂还是习惯用这个混色圆笔，然后就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些绘制的动作了。那这里的话呢，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画图需求，轻轻的或者是颜色比较重的方式去做绘制。那除此之外呢，如果说你想要选择颜色的话，你可以从右边的这个地方去挑选你想要使用的颜色，又或者是呢，我们可以在左下角这里的这个颜色呢点2下，然后这里也会出现这个颜色让你去做一些选择哦。那我们可以用其他的颜色来做一个混色的动作。那在混色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觉得笔刷不是很好用，或者是有一些地方你希望可以去调整一些比较细节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点击这里工具属性的部分，在这里的话就有非常多的细节可以让你去做一些比较细腻的调整，去调整出你自己喜欢的一个笔刷状态。所以基本上这些就是一些工具使用的一个细节，跟你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所以如果说你自己也是用 Clipper Studio 来画厚涂的话呢，你就可以根据这一些工具来绘制出你自己的厚涂作品。那在这边的话呢，我是用动漫的一个风格来绘制今天的示范作品了。这样子的话，其实你也不用困扰于说画技要多高超，或者是说你的风格要多写实的问题上哦。你只要根据这一个步骤的方式呢，慢慢一步一步的绘制出属于你自己的风格，其实厚涂也可以让你轻轻松松就可以上手的哦。那首先我们可以先从第一步来看，第一步就是我们的草稿。通常在草稿的阶段呢，我们不需要去担心说你画得非常的潦草，你可以先绘制一个简单的形，然后再将整体的样貌慢慢的绘制出来。不过这个阶段要注意的是，如果说你画的风格是比较具有立体感的作品的话呢，那你的结构一定要画好，这样才不会在后续厚涂的时候发现说这个光影非常的难画以外，还得不断的修改哦。那除此之外呢，如果说你在这个阶段就可以把一些重点的线稿画得好看的话呢，那后续的绘画就会轻松非常的多。接着就是线稿这一步了。其实厚涂这一块啊，线稿可以说是可有可无哦。因为如果说你今天是光影的能力非常强的话呢，那基本上你在画厚涂的时候，你就可以很轻松的用这种色块，用这种颜色光影的方式，把整体的一个立体感表现出来。甚至是如果说你画的东西本身就没有太多的线条的话呢，那基本上其实你也不需要在线稿的时候就去琢磨。所以通常如果说你本身厚涂经验已经很熟练了，或者是一些大师级的绘师啊，一般就不太会在画厚涂的时候呢，再花时间去绘制一些干净的线稿这一步上面哦。他们就会直接从草稿，然后就跳到厚涂上色的阶段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开始绘制一个色彩的关系哦。其实我们在上厚涂的时候啊，都会做一个色彩光影的一个草稿。在画色彩光影的草稿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画厚涂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好处，就是它会强迫你在绘画细节之前呢，要注重整个画面的大局。那很多人画图之所以会有某个部位画得好，但是整体看起来就是画不好的问题啊，大多数就是因为太过于注重细节而忽略大局的一个绘画过程。但是在画厚涂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先将我们想要绘画的颜色跟光影整体感都概略的抓住我们要的一个感觉跟一个方向之后呢，这样子才不会因为事前的不确定性而导致后面细画的时候一直修改的状况。所以说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先将我们想要上的一个颜色的一个状态先把它上去。那接着呢，就是光影关系了。光影关系这一步其实也是根据你绘画的风格决定你需不需要这一步。为什么我会先画色彩关系再来讨论光影关系呢？当然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先光影关系之后再去画色彩关系，那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通常都是因为他们是希望可以把自己的作品画出比较立体感的感觉。那因为我今天画的是比较属于这种动漫风格的一个绘画，所以说其实我在这边的话，可能就先把光影关系排在比较后面，我是以上色为主的一个状态来做绘制的。所以说如果说你想要画一些比较简单，然后光影的关系不是那么的明确，或者是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环境光的一个作品的话呢，那其实你不一定需要将光影的关系画的那么的明显或者是明确。你可以在色彩关系上的时候呢，就用色彩稍微带出一点那种光影的立体感就可以了。所以在光影关系这一步，就是根据你自己的绘画风格来决定你需不需要绘制这一步。如果说你有需要绘制这一步的话呢，那其实你就可以再把你的光影
影关系或者是环境光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打光氛围，全部都把它简单的画上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进入到下一步，就是细化了。其实细化这一个东西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哦。基本上我们在光影关系、色彩关系整个都画的差不多之后呢，它所花的时间可能只有20% 的时间，你可能整张图画完的时间有80%的时间都在绘制细化的部分。简单来讲，细化呢，就是你好像要把整个图去做一个整理、梳理的一个过程哦。那这个梳理的过程确实是花比较多的一个时间哦。但是如果说你前置的作业都画得还不错的话呢，那其实你在细化的时候就会发现轻松非常多。虽然说是最花时间的，但是相对你就比较可以是属于一种无脑的状态，来慢慢的做一个细化。所以如果说你希望自己的后图可以画得好的话呢，那么你前置的作业一定要照着你想要的方向去绘制，这样子你在细化的时候才可以轻松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根据这几个简单的步骤呢，就可以把这个后图的作品完成咯。 OK， 那在我们理解了后图的绘画原理、后图的一些技法技巧，以及我也示范了完整的一个后图的绘画的步骤跟过程之后呢，相信你现在应该已经对于后图怎么画有基本的一些概念了。那接下来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开始拿起你的电绘笔，并且开启你的电绘软体，尝试用后图的方式来画出属于你自己风格的一个动漫作品。那当然呢，最重要的就是你在尝试绘画之后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新发现，又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都不用害羞，直接在底下留言和我分享，我看到的话呢，都会回答你的。OK， 那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支影片对你真的有一些帮助的话呢，也欢迎分享给你身边那一些喜欢画图的好朋友们。也许他们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用后图的技法来画图，你就可以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说不定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新发现，或者是画出什么样的一个经验，有一些小技巧等等的，也会来和你分享哦。所以说啊，请不要吝啬，把好东西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们。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因为这样在我新片发布的时候呢，你才不会错过。最后，让我带给你的生活一点颜色，也希望你能带给他人生活你的颜色。